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6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一双来自安德玛的 Anatomix Spine 5。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去年的 Spine 4可以算是安德玛为了推出而推出的一个鞋款，相比3代，除了在鞋面方面稍微做出了一点变化之外，基本毫无区别。不管是大底的纹路还是整体的造型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在穿着体验方面还比不上3代。所以 Spine 4在去年被我放进了除草机的名单当中，真的没有任何购买它的理由。而今年的 Spine 5虽然在整体的造型方面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不管是大底、中底还是鞋面，都经过了重新设计，起码还算得上是用了一点心思。拿到这一双鞋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一双鞋拿在手上的重量并不轻质，作为一双超低帮的后卫鞋，好像在重量方面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出色。但是上秤之后，单只 42.5 码的重量也仅仅只有376克，在数值上看上去好像还不错。而造成拿在手上甚至是穿在脚上之后重量偏重的原因，就是它的整体重量布局绝大部分都在它的中下段，它的大底和中底占据了整一双鞋的大部分重量，导致它穿在脚上时的体感重量并不是特别出色。大家千万不要被它这个超低帮的外观所欺骗了，好吧？在尺码的选择方面，它依旧不偏码。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 42.5 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如果你的脚型偏宽，这一双鞋也同样可以选择。但是在尺码的选择方面，可以适当的往上选大一个尺码，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在大底方面 ，Spine 5采用了类似于等高线的大底纹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制动距离非常短，可以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并且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比较不错。它的大底橡胶对于灰尘的敏感度并不高，不太容易吸附灰尘，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它的抓地力也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下降。不过它在抓地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的大底与地板发生摩擦的时候，摩擦的声音很小。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声控党，特别痴迷于大底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声，那你可能要慎重考虑一下，毕竟这种声音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重要，对吧？当然，它的抓地表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说起 UA 这个品牌，或者说起 Spine 这一个系列，大家可能最大的顾虑就是这一双鞋的耐磨水平。之前的几代在耐磨方面的表现都不算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差的。但是这一代的大底纹路非常深，橡胶的硬度也非常高，大底的橡胶有白色、深绿色和浅绿色3个颜色。白色区域的硬度并不是特别高，在硬度计的测试下，硬度在65左右，而绿色区域的橡胶硬度非常高，不管是浅绿色还是深绿色，它们的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都在80左右，硬度非常高。即使用来打水泥地，我估计也能坚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反正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它的大底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磨损，耐磨水平真的非常棒。不过较高的大底硬度让它非常惧怕潮湿的场地，只要场地上面稍微有一些潮湿就很容易出现打滑的现象，这一点你必须要注意一下。像我们这里之前这一段黄梅的天气，人家的鞋都能抓着地面叽叽叽的叫，但是我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却只能畏首畏尾，不敢发力，内心慌的一批。而在中底方面，这一代的 Spine 穿在脚上并没有之前几代那么贴地，这一代身上所搭载的 Ocelot 鞋垫是比较厚的，虽然确实让中底的重心有着些许的上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副偏厚的鞋垫让它的脚感以及缓震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我穿这一双鞋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球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它的缓震不够用，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震脚感。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并不高，即使穿它去打水泥地也绝对够用。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更为出色的场地感以及更为出色的反应性表现，那你可以选择给它更换一副薄一些的鞋垫。但是没有了厚鞋垫之后，它的缓震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下降，毕竟 Micro G 的缓震大家也都懂的，对吧？而它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比较适中，穿在脚上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是前低后高的感觉。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非常广，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穿这一双鞋在跑动的过程中都能得到比较不错的跑动感受，并且全掌一体式的中底材料也让它拥有了非常出色的前后
掌过渡，中底内部大概率也加入了前插的 TPU 片，中底在前掌的开槽位置做的也非常合理，整一个中底的过渡非常流畅，跑动时的感觉跟跑鞋非常相似，过渡特别的丝滑。如果你在场上跑动比较多，或者打全场比较多，那这一双鞋的中底跑动感受你一定会喜欢，不管是滚动感还是跑动时的跑动感都非常棒，就2个字：舒服。而它的反应性表现也依旧如之前几代一样，依旧十分出色。虽然偏厚的鞋垫确实会造成一定的泄力感，但是总的来说，它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突破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拖泥带水，脚底下的感觉还是比较直接的。而且在穿着了一段时间之后，鞋垫被踩塌了之后，泄力的感觉会进一步下降，整体的反应性会更上一层楼。而它的鞋面依旧有着跟之前几代相同的一个问题，虽然在鞋面材质方面跟上一代完全不同，使用了大面积的 mono 网纱加上主要受力点位置的热熔材料补强，但是整体来说它的强度表现依旧偏低。大面积的 mono 网纱与内部的内里材料相加之后，材料的硬度依旧偏软。虽然在侧面做了热熔材料的补强以及中底橡胶材料的上扳，但是在做一些对抗时的蹬地动作的时候，它依旧会出现鞋面兜不住脚的问题。可能小体重的球员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这个问题会得到改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体重偏大的球员来说，它的鞋面强度还是偏弱了一些，而且它的透气性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出色。虽然它的鞋面好像布满了透气孔，但是由于内部的填充偏厚，穿久了之后还是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捂脚感，在夏天穿它捂脚的感觉还是会比较明显的。球鞋的鞋楦宽度依旧属于正常的宽度，并且鞋面也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可以选择它。鞋面的内部填充做的也比较足，我偏窄的脚型穿这一双鞋，它的包裹感受也是比较舒适的。在前掌会有些许的多余空间，不过在中后段的包裹是比较贴合的。整体的锁定表现还算不错，在变向的过程中，脚在鞋内会出现一定的位移，在急停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轻微的顶脚趾现象，但是在跑动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掉跟的感觉，而且这些横向的移动以及顶脚趾的情况都是比较轻微的，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整体的强度方面 ，Spime 的表现也还算不错。虽然鞋面的强度并不是特别能够令我满意，但是它的中底刚性表现非常出色，鞋身的抗扭表现非常棒。在做一些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它的中底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形变，在足弓处也做出了比较明显的中底上翻和内收，穿它打球不会有足弓处的疲惫感出现。那如果你的体重并不大，穿它打一些高强度的比赛也完全没有问题。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依旧跟之前几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过在力线的控制方面比上一代好了太多了。整体的中底力线非常正，穿在脚上完全没有往任何一侧偏移的情况，这一点必须要给它点一个赞。而较为宽大的大底、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偏硬的中底材料，都让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有着比较出色的表现。虽然它的大底在四周全部都是弧形的，但是在打球的过程中心里面非常踏实，在做动作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是如果你本来就对于这种超低帮的篮球鞋或者是弧形大底的篮球鞋有一定的心理阴影，那这一类的鞋款你还是不要选择了，好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这一双鞋依旧保持了这一个系列的优良传统。出色的反应性、出色的场地感，还有出色的跑动感，能够做到这几点，基本上就会是一双比较不错的适合小体重的后卫鞋款。那如果你的体重并不大，这一双鞋你绝对可以选择。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去购买亚瑟士的 Geo Hoop， 但是 Geo Hoop 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这一双鞋也绝对能够做到。而且我觉得它在跑动时的跑动感受会比 Geo Hoop 更为出色，它还有着比 Geo Hoop 更为出色的耐磨、脚感以及缓震，而且在整体的强度方面，这两个鞋款的差距也并不明显，基本上就是不分伯仲的一个水平。Geo Hoop 可能在抓地方面的表现会比这一双鞋更出色一些，但是这一双鞋的抓地表现也绝对不算差。具体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就看你自己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